大家好，欢迎回到交易之刃。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对市场进行分析和展望。交易之刃这个频道是一个小众的针对交易者的分享的频道。那么，如果您有幸看到我们频道对您的交易有一定帮助，请给我们点赞、分享、转发。我们在这里不会马后炮，也不会去预测市场的走势，而是分享对市场的观察和我自己对市场上的应对。好了。请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视频。好，大家晚好。今天呢比较晚了，所以呢，我快速的跟大家做一个盘中的一个复习。我们在周末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是市场上出现的是空头鼎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列举了市场反转或者左侧买入机会的一个条件，一个是中阳线，还一个呢是VIX 的下跌。那么今天呢上涨的原因，其实宏观上就是因为英国的这个政策，其实前2天下跌的原因也是因为英国的这个怎么说呢？新任政府这种无脑的或者不负责任的这种决定，造成了英国的汇率的大动荡，汇率的动荡造成这个债市动荡，造成股市动荡，市场引发大的这个金融风暴的这种担忧和风险。那么英国央行的反应还是非常快，今天呢出来了，就是重申开始做一个被逼的做了一个 QE 的这么一个动作。那么我们知道，市场上在空头鼎盛的时候，说明多头非常弱，而多头非常弱的时候，恰恰容易产生大阳线或者大阴线。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格外的小心，做反转，耐心的等待这种大阳线的出来。那么今天的阳线怎么去分析呢？我们可以先来到我们在这个系统上可以看到是连续出现了2个黄色的 B 的这个小点儿，但是呢，我们所期待的这种发大财的这儿的这样，知道很多朋友看起来不，那么这是连续出现黄色的小点儿，那么意味着日线上的机会其实已经非常临近了。在这里面呢，大家不要去选择带杠杆的，比如我们 TQQ 或者是这个 TNA 这些大杠杆的，在下跌的过程中，一旦震荡，你的损失非常大，而且上涨过来是非常难的。因为反弹如果一旦走出这种锯齿形反弹，你就很难快速的回来。你就买1倍的就可以，买一些 QQQ 啊，买一些 SPY 啊，IWM 啊，都可以，都非常不错。那么日线上我们看到这里连续出现了这种黄点，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如果买入的话，是比较左侧的这个机会。在往期出现黄点的时候呢，往往会形成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判断的这么，但它未必是那么精确到一个每个点。那么这个系统大家可以兴趣的话，或者这个问询，但是平常的话我都给大家有所分享那么这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数。所以今天呢走的怎么样呢？主要看到的是指数上这个位置上，它现在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底部。而且我一再强调的是，在空头鼎盛的时候，切记不可 FOMO 这个什么叫 FOMO 啊？这时候反而去大力做空，看似顺势，实则性价比极低。而这个时候恰恰是很多情绪化交易非常多的时候，因为这2天的走势其实是对多头的信心打击非常大的高开下去，震荡下去，市场上其实对很多人朋友想抄底都被套了所以这个是不是完了呢？这个其实市场上这种周期，人的愚蠢或者人的情绪从来没有变过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千万不要去追空，因为追空非常容易把你打爆。那这是我们第一个观点，不可追空。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么这段时间我们还要判断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就是 VIX 的走势。今天终于出现了一个顶部的一个 K 线形态，那么这个形态从35跌到30，仍然在5日线上一个支撑，但是往往出现这样的一个顶部的时候那么 VIX 呢是一个看跌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后面会不会出现比较复杂的向上的这个过程呢？其实会出现。
是会出现的。所以一旦出现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往往 VIX 在顶部折腾的时候，也不一定是直接下来，那么意味着明天的走势不一定那么轻松。那么如果再下来的话，会不会给你个机会呢？可以到其他的小级别上来观察。好，那我们来看小级别的走势。5分钟级别的走势，大家在这里看啊，5分钟，我们说5分钟这个地方的走势已经走到了一个什么呢？空头衰竭，空头衰竭。那么这个时候，拥有多仓也好，没有多仓的朋友又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又焦虑了。我们呢，准备给大家分享一个，在后期分享一个视频，正在做，就是缓解一下你的焦虑。为什么我们炒股的人都这么焦虑？因为核心就是预测性思维，大家永远都在猜，去猜，哎呀，明天怎么办呀？涨了怎么办呀？明天会不会跌呀？那怎么办呀？你永远都在交易之中，而我们真正做交易，一定要做到对不同形式的一种判断，只在自己比较有把握且只有把握止损的地方才去出击。如果错过了也没有关系，如果做错了马上出局，而不是说每天去跟央行的政策猜谁会讲什么，猜后面怎么走，然后产生巨大的焦虑感。做希望呢，就是在这样的行情比较难做的时候，大家能培养一些正确的意识和概念，希望能帮助大家呢有一些对的想法，而不是贩卖这种焦虑感。或者说比如看到一个，比如特斯拉走得很强的时候，我们就说特斯拉能穿越牛熊，特斯拉非常好。等它跌的时候呢，就不吭声了，那大家的焦虑感更强了，这不知道该怎么办呀。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呢，通过这个熊市的对自己的锻炼更是能学习和提高自己交易和判断的能力。好，我们来看5分钟的。5分钟从这个上面41120的4120或4149分这个下来了以后大家看这里形成了一个盘整区，这里是一个盘整区，就像下台阶一样的一节一节的向下下。那么这里形成了一个小的盘整区，那么这里又是一个新的盘整区。那么这里面已经是什么？下了3个台阶了。那么这2个台阶算一个大台阶，那么这里形成台阶。那么这个地方拉出来之后，马上翻起来，形成了一个买点之后，那这个买点其实是非常不错的买点。那么这个买点形成了对这个最后一个台阶的一个反转。那么我们这里5分钟就翻上来了。5分钟翻上来以后，大家注意，我给大家2个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么第一个位置呢是在哪里呢？就是在3810这个位置上，3810。第二个位置是在3900这个位置。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这个位置上它是出现了一个横盘之后，快速的向上攻，那么市场上有很多固定策略，不管是 CTA 还有养老金还有很多其他固定策略，它都会在什么呢？都会在3830或者说是3900这个位置上转多，那意味着市场上的多空的平衡再次从空头鼎盛和空头逃跑，变成很多做空的策略转向做多的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关键的点位或者说观察的点位就是什么？这个箱体的下沿3820到30，然后呢上面的是3890到390。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位置是哪呢？其实看就是技术分析上画出这个方框，你就可以在这个方框上做出看它的一个文章。那么如果这个位置上也突破了以后，大家注意，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是什么位置呢？是大约在4120到30这个位置。那么4120到30是个什么位置呢？就是以当下的期权的价格算出来一个 delta neutral， 什么意思呢？就是或者 gamma neutral， 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多空是相对比较平衡的。那么这意味着也会形成反弹，因为我们的反弹是空头回补造成的这个反弹出现的这种组，所以我们把这个位置画好以后，就是对未来走势的一个归类。那么未来走势归类的话，我认为如果这个反弹够强，这里不应该再给你一个这样的下跌那么我们要不然是直接拉上去，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是这个走势不够强。那么今天看出来之后，我觉得还可以，但是万一比如明天走的非常弱，再下去，我们又可以在新的这个地方找寻新的一个买点，在这个地方找新的买点。那么如果它上去了之后，如果是上来了，
我们就在它的一个横盘区，注意是横盘区，横盘啊做买入，而不是死等它的回拉，因为回拉你也不敢买，如果回拉特别大你不敢买，回拉特别小你又觉得回拉不够，你还不敢买。所以当你没有一个交易策略的时候，或交易计划的时候，肯定就是犹豫，而且你怎么都不行。回拉太多了你害怕，回拉太少了你不满意，直接跑上去了你又埋怨没上车，所以怎么着你都不行。所以我们要想好它的走势。那么如果明天走势比较强劲，横盘一下就再向上走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关注到这些点上的这些点位上的一些变化，尤其是快速冲过之后，往往可能会带来比较大的一波上涨，因为恰恰不是所谓的阻力，恰恰是冲破阻力以后，会有很多策略变成加入你这个阵营之后，反而带来新的推动力量，这是我们非常要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在阻力上要关注它突破，突破以后再次成为我们交易的机会。那么这就是对于指数。那么指数的话，今天因为苹果走的非常差，所以今天走的比较强的是小盘股，而且小盘股是我们这里面走的比较强的中什么呢？是唯一一个我说比较干脆的站上。那么大家可以看这个开口仍然是非，所以上的过程中上的过程中一定会有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一定会有13日线的一个。那么在13日线如果形成阻力的话，或者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这里的一个跳空向上会形成强势的反转。那么如果没有的话，13日线的阻力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观察。这是小盘啊。那么小盘说完之后，我们知道 SPY 这里有小黄点儿，那么我们要看到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强势的这个小盘 SPY， 但是今天科技股是被苹果拖累，显得相对弱，但实际上大家看这里是形成了一个横盘区，所以这个位置上啊，我们做好两手准备，即使上来之后也要折腾啊，这就是我们看。那么给大家分析几个呢？我认为比较强势的。那么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板块图。在看板块图之前，我再给大家换一个系统。这里 SPY 的话，我这里出现了一个买信号，但是这个 QQQ 的话，这里还稍微差点，而且前两个买信号都不是特别强。我这里还换一个系统。那么换到我们的我们看这个板块。在板块方面，我看到这里第一，生化板块今天受到 BIB 北奥镇它的这个阿兹海默，就是老年痴呆症3期临床数据的影响，所以今天呢，生化板块的整个这个情绪是非常强的。所以在昨天的时候呢，其实我已经在这个跟大家分享过了，就是这个今天呢，很有可能会以这个为借口拉抬我们说的生化板块，就是因为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可以炒作的这么一个话题，再加上我们注意看生化板块的强度是比小盘和大盘都高，因为小盘和大盘都是到了低点，而生化板块在这里形成了倒形反转。大家看这里形成了一个倒形反转，你的止损其实特别好设，就在78块这里做了一个止损之后，后面而且它是站了13日线了，后面的话将是一个比较强劲的走势，因为这是一个相对非常强的这么一个板块，所以生化板块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那么大医药板块今天也被带起来，那么相对来说我们看到ITB 板块在这里面走的也是非常强，虽然我不知道房地产上涨的逻辑是什么，房地产这个板块的上涨逻辑，但是这个地方说铸件板块在这个位置上也是形成了比较强劲的反转。那么它比生化差的是什么？没有涨过我们的生命线，也就是13日线。那么在这里有的反弹，那么它跟谁是一致的呢？它跟 TLT， 就是我们长期国债，今天形成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反转或者反弹的这个底部形态是一样的。因为今天这个位置上，因为昨天债跌了这么多，这是一个比较离谱的事情，那么意味着市场有恐慌性抛售。那么今天呢，大佬们也是大举买债。那么新闻呢，大家到其他地方
好，那我们看到板块之后，我们看到比较强劲的还有就是什么变强的，还有就是什么中概。为什么？因为随着人民币升值，我们要注意 ASHR 也好，这是 A 股的，还有呢就是 KWEB 也好，这个中概股的，他们都会受到美元上涨而贬值，因为他们是 ADR，就是人民币计价，然后呢美元上涨而贬值。如果人民币能升值，且他们的走势变好的话，那么它将面对一个双收益。这一点的话，我们要看美元的这个走势，因为美元那天走的非常强劲，非常非常强劲的这个走势，但今天呢，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顶部的这么一个形态，能不能继续向下，或者说在这里做更大的盘整，我们要看未来的走势。那么未来会不会形成这种咱们说的被美元压制的这个苦难的这个国家们，这个货币政策的一块儿的这个执行者一块儿去执行，包括人民币啊，包括日元啊，包括欧元区啊，同时啊还加英镑都有些动作来对抗美元的压制呢？哎，我们要拭目以待。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再加上一些央行有些宽松的措施，那我们的这个反弹行情可以期待的更久啊。那么因为我们这里先看一个所谓反弹行情啊，反转不反转呢？在至少现在还不能说。那么先看一个反弹行情出来以后，我们看看它能走多远。但前提是在这个位置上，一旦出来的行情，也不要急于进场，我们要把这些信息都消化好。好，我们再来看，我们再来看今天的这些走势。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生化、中概、云板块啊，ARK 也就是科技板块在这里是，还有今天金矿走的是比较强。那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市场现在是在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偏进攻的这么一个态。那么市场偏向这些生化呀，包括这些铸件呀、软件呀，啊，好，包括科技呀这些。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选股也可以选出一些机会。那比如说我们找到第一个奈飞，奈飞在这个位置上底部的形态已经构建的非常漂亮了。那么在这里头，大家知道这里是大的跳空缺口之后，几乎上面所有的筹码全部割肉，在它下跌的过程中，它开始盘底。奈飞在这里盘底，盘底盘，把上面的筹码就换手之后，进行了第一波的拉升，在我们这个紫色带这里形成一个阻力，阻力之后，又做了一个新的盘整。那么这里出现了一个让人觉得非常漂亮的，第一，估值比较低，注意20这个估值对于奈飞来说还是比较低。那么你可以说它增长乏力呀，遇到困难啊，这些都没问题。但是相对来说，这里不是一个泡沫股，它至少不是一个泡沫，那就行。那么再看这里面 MACD 这里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回零轴的 W 底的这么一个样子，这么一个动作，那么它就形我们两个盘整区的这么一个叠加。那么在盘整区这个叠加的时候，筹码足够的集中，这里也是筹码足够集中。那么我们的非常好的一个买点是什么？一个是在220附近的这个地方买，如果没有的话，大家注意这个位置上可以选择，现在还没有选择突破。如果形成比较带量的、比较有气势的突破，那么你可以在这个和250左右，这是我的一个交易计划。那么在这个位置上，我会继续做多奈飞，因为短期内这地方一旦突破它的上限。上一个缺口处，就算补的话，也在330，是一个比较容易止损且比较容易看涨跌幅的这么一个位置。那么跟它被它带起来的，包括你看优酷这些地方还，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底部形态。所以强势的话，我们就可以做看这个奈飞。那同时看跟它类似的，像迪士尼也有一个反弹，但走势我很多。另外看到了一个小股，叫是教育的这个教育板块。它的走势跟奈飞也是有点像，但是它没有奈飞好，是因为它的这个盘整之后，它又向下做了一个，但是这里面呢突破了我们的带，而且也在这里形成在零轴附近的 W 底。那么这个 W 底形成之后，仍然是选择一个买突破，在这里看大盘买突破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这个位置上我在这个位置上形成突破且量能比较不错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或者说你选一个回踩在上也买也可以，看你的风格了。那么我这只股票呢，看起来也是看起来走的
还不错，而且呢，相对来说这个位置上是一个看，但是比奈飞呢稍微差了一点。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大科技啊，苹果的这个走势今天是有点怪啊。其实我读了苹果的消息之后呢，说是把它的产量呢进行一个重新的这个预估，就是说没有那么多了，不扩产了。但是呢，你看 iPhone 14 Pro 这个发货量仍然是非常慢，这个不像是一个非常差的出货量的样子。那么呢，它可能是对估算 iPhone 14和 iPhone 14 Pro 的这个量能不太足，而且这次呢，相当于挤牙膏没挤好啊，所以苹果这个地方呢，我在大科技里算弱的。但是大家注意，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强劲的 W 底形成了它的颈线，那么其实这个回踩这个位置上。其实并不是非常大，而且如果能在这个地方快速翻上去了，那么140以上快速翻上去的话，那它也是个转强。那么如果没有的话，在大科技里它是最弱的，我们呢也就不去关注这个弱的我们做一个比较强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像谷歌的话，我在 Discord 中昨天我给大家分享了一下关于谷歌的个分析。那么这个谷歌的分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呢看到了谷歌的这个估值啊，那谷歌的估值在这里呢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低的这么一个状态。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谷歌这个位置上它的一个价格，当然我说了这是一个比较粗糙的基本要结合其他去看。那这里面如果你单纯的看它的 PE， 它来到18这个位置上是比2020年的单纯我们就看 PE 啊，那么比2020年第一年21和之前的都低。那么真正上次回来这么低的什么位置呢？就是2012年这个欧债危机和2008年11月大约16啊，欧债危机这儿也是将近17，所以你来到18的话，仅仅我们看 PE 的话，谷歌这个公司有没有比2008年的时候更强？那当然是更强，而且强了不少。那它的相对的这个 PE 的估值，现在的价格来到了非常低。那么大家在预期什么呢？大家在预期谷歌的整个收益会出现非常大的下降，earning per share EPS 会出现这个因为市场和经济不好而出现下杀，甚至于它的增长放缓，甚至于负增长，所以就会把 PE 呢现在压得特别低。一旦表现不好，又回到它的一个平均值，是这样的话，股价就是提前压低。它的平均大约在30左右，30左右。所以呢，我们有人说啊，那你等它那 PE 非常低的时候，我们这不就差了吗？但实际上，当你 PE 特别低的时候，往往是上涨的时候，因为大家向前去预估的时候，你已经走出了经济危机的时候，它往往在这个时候就要向前看，向前大家觉得经济可能会变好了，各方面可能又会回暖了，那么它这个 PE 计算非常高。大家也向前看，觉得这股价呢是被低估了。那现在的话，大家也是向前看，认为是股票的收益非常低。但是我们仅仅刻舟求剑看，那么这个位置上它已经来到了一个非常低的价格。那么我们再从技术上分析谷歌的这个走势呢，现在是什么？形成这是一个方块这是分股以后方块。那这里又一方块两个方块，两个台阶，分别两个台阶下跌，两个台阶下跌了以后，这是非常强势的股。两个台阶下跌了以后大家看这里面再下跌，那么这个强势股在这个离开段，那么这个新的离开段对于我们来说还没有形成反转，它可以形成新的震荡区，在这儿在下也可以在这里就直接筑底了。但是我们说从长线投资的角度来说，这个位置上应该怎么也不能定义为贵，因为这个估值对于谷歌来说，它毕竟是一个垄断的企业，所以相对来说就是比较便宜。当然，我们说杀估值杀什么呢？比如我们看这个可口可乐或麦当劳，那可口可乐这个估值是比较贵的。比如说，你看可口可乐这个25，对于现在的这个行情来说是偏贵的，因为长时间像之前的话，他们的估值都只有在20附。那么现在的话来个25，对于大家看可口可乐是一个比较贵的，原因是很简单，因为可口可乐就有定价权。在通货膨胀特别高的情况下，可乐涨价一点点，它的这个收益率就会增加很多。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呀？叫做
价格可控价，所以它的估值反而给的高。那你要说如果真的杀估值的话，他们现在来说是有点贵，包括你看麦当劳也是，麦当劳现在的一个估值将近到30啊，这个不是一个传产中，这是传产中的比较贵的这么啊。那当然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个强烈的卖出后，而且在阳线这儿强烈卖之后呢，后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下跌。那么麦当劳对于我一个比较喜欢的这个股票和公司来说，我会耐心的等待它这个大蝴蝶类型的一个下跌完成。当然了，这个你自己画都可以，我就定义成这样。那么它的下跌完成之后啊，能不能来到一个比较合理的估值？那么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那绝对如果能下来的话，像比如说回到24或者是20这种估值的话，那么麦当劳这样的公司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是不会套人嘛，早晚都能涨回来。所以我们就看到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么机会，但需要耐心的去等。所以市场上其实是出现一种分化的啊，市场上的分化它并不是说有的都高估，有的低估，或大家都高估低估，它是分板块的。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特斯拉，特斯拉在这段时间啊表现是差强人意啊，差强人意。那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箱体，我们之前给大家分享过特斯拉的一个假突破以后，而且连续3天快速下杀，这里不能做空的原因是这里有一个形成了一个箱体。那么箱体运动的话，我们操作箱体特别简单。第一种是对于箱体的这个箱体这个块块而言，我们呢是在这儿买，在这儿买，在上面卖，做一个震荡操作。那么你在这儿没有敢买的话，等了，上面这儿下来你再买。那么还有呢，就是它一跌破你就止损，这是一种。那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箱体的过程中，它快速翻上去之后形成突破，那么这意味着这3根 K 线是一个缩量的洗盘。那么如果成为缩量洗盘的话，那么就是形成突破，那突破后的成为一个买点，那我们目标又拿到340、350，那么这也是非常大的一段肉，那么也是特斯拉可以。所以呢，不管是你怎么做，要有一个完整的计划。那对于整体来说，特斯拉大量的筹码形成这样的区域，就大量的筹码在这里。那么这个筹码是主力，它准备如果突破上去之后，它就会形成向上的推力；如果跌破下来之后，那这些就是形成反弹的压力，它们就成为被套的盘了。所以我们不要说在这个位置上去纠结特斯拉怎么办，除非你有其他的数据可以帮你。那么整体上来说，我们这个位置上箱体操作突破或者跌破，那么你如果愿意在这个震荡的里面上下牙玩也可以，但注意一定要等到有耐心，等到有机会可以做的地方再。好了，那么今天的分析到这里吧，我们简短的给大家分析了一下，我们这个周末再见，拜拜。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的视频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那么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呢，请给我们点赞、转发、分享，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我们的 Discord 的链接也在下面，大家可以加入。还有就是，如果想对我们的课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下面的 Teachable 的链接。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